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我们要做奥西里斯联赛16强的采访了。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荷鲁斯战区的3174王国接受采访。那如果你是长期有看奥西里斯联赛的玩家，应该对这个王国会比较陌生。不过我在最近的影片才介绍了这个王国里面的其中一位玩家，他就是昂。但是今天接受采访的并不是昂本人，而是3174的指挥库洛。但由于他本人比较害羞的关系，所以没有以录音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他都是以文字来回答。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首先需要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队伍，让新的玩家更加去了解他们。库洛的回答，他们的名字就叫3174，不过通常他们都会称呼他们自己为斯巴达战士。不过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3174就是昂的王国，所以在未来他们可能会考虑把名字重新命名为 On Team for Osiris。毕竟现在3174的联盟都是以他们的王国名字作为命名而已，所以他们要取一些比较有标志性的名字，可以让大家印象深刻。下一个问题，如何描述3174的团队成员？3174的团队结构是什么？他们团队的部分成员有一些是在奥西里斯联赛里面有一些经验的玩家和一些新的玩家组成的。就比如说他们有 Banagi， 他是之前 WSA 60MX 2429的指挥。还有 Catherine， 他之前是来自1188的，他是负责赛特要塞的防守队长，所以他本人库洛是负责去指挥 DA 队伍的防守线。我们也可以从库洛的回答中可以看到他们分工是很明确的，如果你全部工作都丢给一个人去处理的话，可能会忙不过来，甚至还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们这里的处理是正确的。第三个问题，要如何标签他们的联盟，要如何推广他们的联盟给其他的玩家呢？库洛的回答，他只能说他们现在还算是比较新的队伍，所以他们对于奥西里斯联赛还有很多的热情，他们也渴望可以进入奥西里斯联赛的前4名，也就是4强。如果各位也想要跟他们一起发展的话，就不要犹豫，可以直接联系他们 Banagi、Catherine 或者是 Wessel， 电话号码就是3174。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他们的王国，然后寻找这3位玩家去联络他们。不过根据他的回答也可以看得出，他们还是野心勃勃啊，要进入4强也没有这么容易。毕竟在荷鲁斯战区也是有蛮强的对手，就比方说1960、2377，还有他们这个周末的敌人1875。那相信也是有大多数玩家跟我一样都蛮好奇3174这个王国的，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详细的说一下3174这个王国，还有未来3174的目标是什么。库洛的回答，3174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低阶的 A 等级王国，那他们王国里面有很多比较高级杀的玩家，是因为他们联盟里面就只有5到60位成员而已。大多数的成员们都很喜欢在 KVK 期间战斗，并且在没有 KVK 的时候都会很积极的打野蛮人城寨。他们每一次都会战斗到自己没有办法再战斗为止，他们也是寻找一些愿意加入他们的玩家，加入他们，跟他们一起踏上新的旅程。至于未来王国计划呢，其实我有询问他有没有考虑过把自己推成比较顶 A 等级的王国。库洛的回答，他们未来的计划是想要保持在现在的阶段呢，就是不要太高等级，低阶或者是中阶等级的 A 王国。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在下一个赛季的奥西里斯联赛中可以争取到更高的目标，就比方说冠军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3174他们是有明确的王国计划跟未来目标，这是好现象来的。只要你现在有目标的话，你的王国才会慢慢的发展越来越好，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玩家加入他们，可以往着同样的目标前进。第4个问题，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奥西里斯联赛经历是什么？还有在奥西里斯联赛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他们跟 TS24 比赛的时候战胜了他们，让他们的梦想得以延续，进入了奥西里斯联赛第9赛季的16强。因为他们的队伍对于奥西里斯联赛的了解比较少，而且在抢夺灵柩的练习赛中，他们都是屡战屡败的，让他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很高兴赢得了这一场比赛。那在这里稍微打住，我听一些奥西里斯联赛的成员有说过，通常在练习赛中拿不到灵柩的队伍呢，在真正的比赛中都会拿到灵柩。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理，所以让3174在真正的比赛中成功的夺到了灵柩呢？接着库洛继续回答，奥西里斯现在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在于装备，
而是气势。他认为气势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秒都有可能会改变结果。那这个确实也是真的，就是当你的比赛看到你的进展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后面的比赛也会越打越顺利。当你的队伍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就比方说你损失掉了一些队伍，你的技能使用错误，失去领袖等等，都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气势。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会影响到指挥的节奏，可能打乱了他的节奏。而且在 BO3 的时候，气势更容易显现出来它的效果。就比方说 BO3 第一场比赛，如果你是胜利的话，第二场大多数都会胜利，就是因为第一场你已经打出了气势，大家都很兴奋很振奋，所以第二场比较容易胜利。第5个问题，在前面 Kuro 他就有说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打入4强，所以我就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信心打入决赛。那 Kuro 的回答就是这一次是他们作为团队一起参加比赛，他们只是想要享受每一场比赛，并且尽力走得更远。我会问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要看他们有没有那个信心可以打败之前的区域赛冠军，就比方说跟他们在同一排的960。那就算是3174有办法可以打败1960也好，在另外一边呢还有2377要挑战，所以对于3174来说呢，这一次的联赛确实是不简单，所以他也不能挂保证能不能够打入决赛，只能尽力并且享受每一场比赛。第6个问题，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他的回答就是训练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程安排，所以这也是他们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之一。那说实话，我访问过其他的联赛战队呢，不管是国服还是国际服都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尤其国际服的问题会比较严重，因为国服他们的时间至少是一样的，国际服的玩家是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要配合到这个时间呢，确实是会比较困难一点。但因为现在的奥西里斯联赛都是跟国际服战队对战啊，所以他们都是要克服这个问题的。下一个问题，他们的下一个敌人就是 875A， 也就是1875，他们有没有那个信心能够打败他们呢？还有他认为875怎么样呢？Kuro 的回答，当然他们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去开始每一场比赛，他也相信3174仍然有机会可以赢得这场比赛，并且制造惊喜。当然他们也会全力以赴。对于 875A 的看法呢，他们是一支很强的队伍， Kuro 尊重他们，并且他们的经验也是比3174还要更多。那这里根据 Kuro 的回答，看起来他们应该还是有一些必杀技还没有拿出来。那难道3174会有机会打败 875A 吗？那各位可以留守这一周的比赛，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了。最后是 Kuro 想说的一些话，他说：你好万国觉醒社区，他是来自3174的 Kuro。如果各位有兴趣跟暗王国3174一起谱写新的篇章，请随时通过暗 V3 联络他。那最后也是非常感谢议员给他这一次的机会，继续支持议员的频道，那他也是我的观众之一啊，所以他也是顺便帮我推广了。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 Kuro 接受了我的邀请啊，因为当我联络他的时候，他就马上接受了我的采访。那最后这边稍微插播一下3174他们现在在打着 KVK， 然后这个是他们 KVK 中的一些表现，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击杀阵亡治疗的前面排名基本上都是来自3174的玩家，所以如果你们感到兴趣的话，也可以同时间去关注一下他们这一次的 KVK。 我也是希望有更加多的优秀王国可以脱颖而出。以上就是奥西里斯联赛第9赛季入围16强的王国之一3174的采访。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内容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